大家好，我是 Patrick。从我一开始练太极拳到现在，一转眼竟然已经过了25年了。就在前天，我突然灵光一闪，大彻大悟了。哇，拨的云开见月明了。一直想抓住，但是又抓不到的概念啊，就这样子啊，原来这么简单呐！当然，这是根据我的体验得到了属于我需要的答案。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我领悟的是什么，然后我的答案可能会对你有参考价值的话呢，那欢迎继续看下去。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加订阅，会有更多的心得与您分享。如果你想要继续享受独自探索的乐趣，不想偷偷看我的答案的话呢，那这样子就要停喽，千万不要再看下去了哦。好了吗？那我们开始喽。首先，想要知道我悟了什么之前呢，要先讲讲我的大哉问是什么。那我的大哉问是，太极拳对我而言，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在你一路看着我这条影片的时候呢，也请将这个问题一起放在心上，因为这个问题它非常的重要。首先，我必须承认，我一开始会爱上太极拳，跟金庸描绘的武侠小说的世界脱不了关系。观众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来举个手啊！因为呢，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那好看的小说是大家不可缺少的娱乐哦，真的。那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同学间里面呢，可以真是人手一本。那书里面的什么降龙18掌啊、打狗棒法啊、独孤九剑呐，每套武功在我们一路看书一路想象出来的世界里面，哇，那都是不可多得的绝招啊！那要是在真实世界学会的话，那不就很厉害了吗？尤其张三丰传给张无忌的太极拳跟太极剑，那张无忌虽然学着把招式都给忘了，那才叫得到真传。那4两拨千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技呢？那当然，当时向往归向往，那心里也知道说啊，不会有真的降龙18掌可以学，对不对？轻轻一掌下去就开碑裂石，啊，听起来好像很厉害。那我没事用手去开碑裂石干什么呢？那反而是太极拳真的有的学的，那好像也真的有4两拨千斤的手法，那就很有趣了。那所以一出了社会之后呢，我就走上了学习太极拳的这条路。对，我的故事就是一个普通人喜欢上太极拳的故事，我也没有比任何人特别有天赋，所以如果我可以的话，你也可以，他也可以，大家都可以享受太极拳的好处跟乐趣。那我学太极拳的过程呢，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先继续讲讲我们的主题。那所以在我决定投入太极拳这个无涯的学海初期呢，我就是为了搞清楚怎么样才可以4两拨千斤。那这个目的，它在逻辑层次来说呢，是一个 how， 也就是能力的范畴。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仔细想过，知道怎么样4两拨千斤，它对我来说到底有什么重要性？但是这简简单单的5个字，用行动去解释的话呢，就是很多年的摸索了。所以从当时自以为的天下无敌，好像很厉害，然后到处去跟人家玩，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然后再到后面开始觉得自己懂了一些皮毛的时候呢，这个中间其实已经经历了很多年了。那这段时期呢，我在香港的资讯科技、贸易跟银行科技里面任职，那负责交易系统的设计跟稳定性。那也就是说，系统一出错的时候呢，我就得要用最快的问题协助我的团队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去解决问题。那段岁月呢，其实非常高压的日子，凌晨3点钟都会接到紧急电话，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有发现到，我有一个现象，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呢，不管情况再怎么紧急，再怎么严峻，我还是能够用我的呼吸跟练拳的方法呢，帮助我自己维持在一个平和的状态，也能够在跟团队还有管理层的沟通之中呢，维持很高的信任度，而且还可以协调团队之间的共识。不要误会，现在跟大家提起这些当年勇呢，并不是说我有多厉害，厉害的是当时的团队，绝对不是我。团队，我超想你们的，有机会的话看到这个没有？但我真正想说的是，当时能够从容面对这样子的高压挑战呢，我后来意识到，是我在学习4两拨千斤的这个过程当中，学会让意识透过身体掌握情况，然后针对感应到的那些风吹草动，或者在客户啦、团队啦、部门跟管理层之间，他们关系之间互动的那种拉锯，做出相应的微调，去维持住想要的平衡，让大家都能够在一个信任的环境之下完成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4两拨千斤的技术呢，经过了多年的摸索以后，算是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那摸索到的技巧呢，我也用小学生都可以很轻松理解、很快上手的方法呢，透过实体跟网上课程跟有兴趣的朋友们分享。所以在这里也不多占篇幅，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呢，可以透过我的课程去参考。学到了这个地步，体验到了太极拳带给我的人生好处，那我就想说，这个对我而言是个这么好东西的记忆，要把它推广出去才对。所以我2019年回到加拿大之后呢，就开始着手这件事情。那这也就是说，在这5年多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的就是我要以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做市场推广。那这个商业上的考量，其实带动了我对多年来练习太极拳的体验呢，进行了一个更深刻的反思。
太极拳对于我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位置很有趣。那明明它对我就是很有意义，但是偏偏又说不清道不明。我明明可以感觉到太极拳对我的意义已经深入到了我生活的每个角落，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很清晰的去说出来。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有这样子的感受啊？想到的第一个点可以试的呢，就是怎么样用太极拳的技法把它运用在搏击方面。那一般人未必清楚，太极拳的学习其实里面藏了很多怎么样赢守对手的意识跟身体结构的实践方法。这个呢，如果说跟我们叫做黑手的技法一起搭配呢，是可以为其他人带来很严重的伤害的。那当然，这些技法可能会吸睛，也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骂战，也可能会因为有些人学了以后觉得自己功夫了得，就为自己惹上一些官非呀，或者是不必要的麻烦呐，或者是一些让人抱憾终生的憾事。我摸着自己的心问我自己，把人放出去这种让自我感觉良好的示范，或者是推广伤害其他人的方法，这真的是我想要宣传的理念吗？Come on， 我是个充满爱的男人，这完全不是我想要传递的讯息。太极拳带给我的好处也远远的超越了这个表面上的技法。打个比方，如果说技法是一种大家肉眼都可以看得到的神通，那这个呢就很像佛家经常讲的，学佛不是为了追求神通。星云法师也说过，神通是弘法时的方便，在神通的背后是更殊胜的世界。对，我要搞清楚的其实就是太极拳背后的那个更殊胜的世界。再来，我在想，是不是要用创伤知情，也就是 trauma informed 的角度来介绍太极拳的好处？创伤系专家贝索范德寇博士 （Bessel van der Kolk） 他有写过一本书，叫做《心灵的伤，身体会记住》（The Body Keeps the Score）。那里面有提到说，我们受过心灵的伤，都会在身体上留下印记。当我们能将升起的情绪，透过自我觉察跟身体起的反应做出连结，并且透过有觉察的呼吸还有运动，去活化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系统。这会成为帮助我们从创伤中调节自我状态的契机。就拿我自己过去的一个例子来说好了。那几年前，我有一次在路上骑脚踏车，被路面绊了一下，整个人飞到路边，安全帽也裂掉了，人摔得满脸都是血，人跟车呢都倒在路边。那个时候也是平常的太极拳的训练帮了，就受了伤的时候，我还能很冷静的去看看自己是不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然后帮助自己把呼吸从浅快调回到一个很深层的一个状态。再用内观的方式呢，看自己的身体，然后再慢慢动动自己的身体，动动自己的手指，动动自己的脚趾，确认自己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继续让自己的意识保持在一个很平和的状态。后来去了医院急诊室处理完毕之后，也没有出现过其他相关的创伤后遗症。所以言归正传，在之后的市场推广里面呢，我开始着眼在太极拳它对于整合身心灵健康的好处，像是太极拳的练习怎么样可以让身体成为情绪跟理性思考中间的桥梁，平常的练习可以怎么样去强化我们的筋膜，还有我们的神经传导系统，扩展我们的可容忍视窗 （window of tolerance）， 增加我们身体跟心理的韧性，大大降低我们心灵受创之后没有办法顺利调节回正常状态的几率。这对生活有没有用啊？当然太有用了。但是受众的感觉呢？首先没有什么受众，因为这个题材本身没有多少吸引力。那没事的人呢，就会觉得自己事不关己。那愿意捧场听我说的朋友吗？10个人很不幸的有11个都说哇好深奥哦。第11个就是我老婆，她说这么深谁听得懂？好，市场反应告诉我说你对。而且真正的重点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呢，我觉得这些点都还只是在逻辑层面的低的逻辑层次，而并不能够代表说太极拳它在高逻辑层次里面对我来说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的直觉告诉我说有一件很明显，非常明显，但是我漏掉了一个点，那个点才是重中之重。毕竟我是一个充满爱的男人。整件事一直到我上个星期帮帕金森社群的朋友们上太极拳课的时候呢，才突然豁然开朗。我记得那次上课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说，打太极拳其实是一个很充满爱的活动。你们想想，从我还没有起势，我就开始很细腻的在关注自己的内在，感受自己的重心的微妙变化，来保持内在的张力平衡。当我开始动了，我又开始不停的仔细身体内在跟外在之间互动的接触跟碰撞，还要根据来历去加以平衡。那这种互动呢，可以是身体层面的，也可以是言语跟心灵层面的，超好玩的。我告诉你，那种细腻的关注呢，就好像我走进了一个很安静的花园，每一个画面都很值得我去仔细的去欣赏，但是又不惊动到花园里面的一草一木。
我很清楚我的存在，但我仍然愿意用我的心，跟这个花园里面的一切去同步，进入那种合一的状态，而且还要抱着这种很感恩的心情。然后讲到这边，突然我就顿悟了，太极拳虽然有很多的面向，但它原来在这个世代是可以化身为爱的语言。就这么简单。我本来还在想，它是不是让身体用来表达爱的肢体语言，但我觉得这样子讲还是太片面了。太极拳可以传达的爱，是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意识，它在互相了解、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用心聆听，然后给予一个一切都恰到好处的回应的一种语言。这个呢，它是横跨了各个维度的，而不是仅限于物质世界的一种语言。那这也让我知道了，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要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用这种角度去学习太极拳，而且将太极拳的技术用在怎么样把身体过得更好，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了，对不对？如果说对这条影片有什么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交流讨论。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呢，请按赞加订阅。我是 Patrick，我们下次见。